大家请试想一下，一辆停在太阳底下暴晒的车，车厢里边的温度将会有多高？那些什么吃喝拉撒这些事情啊，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事情是比控制温度更重要的事情。我把我们常见的这些隔热材料分成了3个大类，第一个大类是高分子材料，第2个大类呢是矿物棉类的，第3个大类呢是纯天然类的。今天我的这期节目啊，把它们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清楚说明白。当您看完这期节目，相信大家以后绝对不会再迷茫。嗨，朋友大家好，我们来讲下一个东西。挤速板这个东西啊，大家可能不一定见过，但是呢，在房车的隔热施工里边，我们经常会用到这个材料。它和前边我们刚刚讲的 EPS 发泡聚苯乙烯泡沫，实际上使用的呢是同一种原料，只不过呢，它发泡的过程和 EPS 不一样。前面我们讲过的 EPS 泡沫是先制成一个一个的发泡小圆球，在模具里边再把这些小圆球互相溶接，而挤速板的生产过程呢，则是把聚苯乙烯原料和发泡剂把它混合在一起，搅拌在一起加热，加热之后让它们通过一个固定的长宽比的狭窄缝隙，当这些原料通过这个缝隙被挤出来之后，它们呢就在一个传送带上边传送边冷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开始膨胀，它就形成了致密的闭孔的很多小气泡。挤速板和前面我们所讲过的 EPS 材料一样，也是拥有 98% 的空气和 2% 的聚苯乙烯所构成的，并且呢，挤速板的多孔结构组织它会更加的紧密，防霉变、防虫性能也会更好一些。根据用途的不同，挤速板也有不同的密度可以选择，就比如说可以用于地面的挤速板，它的密度会更高，可以承受木地板以及人在上面踩踏这样的压力。而我们前边刚刚讲过的那个 EPS 发泡泡沫，即便是高密度的发泡泡沫，它也无法承受铺在地面上人在上面踩踏，这是不行的。所以呢，挤速板可以用在房车的地面下边的保温。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挤速板的另外一种应用方式，它由3层的结构组成，最外侧是一层玻璃纤维板，中间是挤速板，里边呢是木材内饰板。这个呢也是现在中国国内的这些房车生产厂商们他们所宣传的三明治结构。挤速板也是现在批量化制造房车里边最主流的一种隔热方式。EPS、XPS 它们各有各的用处，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来选择它们。下边呢，我再来说一下挤速板的缺点。相较于 EPS 来说， XPS 的缺点是来自于它的环保性能。因为在生产过程当中，挤速板所用的发泡剂它是一种超级温室气体，它对全球变暖的作用超过二氧化碳的1300倍。所以说呢，如果你是一个环保主义者，那么 XPS 挤速板它并不适合你。除此之外呢，挤速板和 EPS 泡沫一样，它也有可能会出现白蚁的虫害，所以呢，当它用在房车隔热的时候，同样要做好密封以及防虫的处理。在上期节目里边，我们就提到了，就在最近，河南的最高地表温度超过了 74.1 摄氏度，这个温度呢，已经超过了很多 EPS 发泡聚苯乙烯的最佳使用温度的范围。而现在我们正在讲的 XPS 挤速板，它的最佳使用温度呢，是从零下30度到零上的80度，即便是在现在的高温天气下，它仍然可以很稳定的使用。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双组分聚氨酯发泡胶，在使用前现场把 A、B 两剂进行混合，然后呢把它灌注到需要发泡的地方。由于 A、B 两剂在接触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化学反应了，所以呢，通常在你操作的时候，你只有10几秒钟的时间去进行混合，否则的话，它很有可能从杯子里边就溢出来。正因为它有这样的特性呢，就已经限定了你不可能同一时间调配太多的剂量。当然了，我指的是我们房车改造者在自己家里边进行手工操作的时候，如果是大规模作业，那就需要购买聚氨酯泡沫喷涂机。这个机器呢，它是在喷涂的瞬间才进行混合，所以呢，它可以边喷边混合，有多少都不怕。除了现场调配的聚氨酯发泡材料的施工之外，也有生产厂家呢，它是在工厂里边直接生产聚氨酯泡沫板。相较于前边我们介绍过的2个材料 EPS 和 XPS，聚氨酯发泡的板材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性能，就是当它被碰撞的时候，它会产生凹陷，并且呢，这种凹陷它并不会消失。这些特性啊，用好了呢，它就是优点；用不好，它就是缺陷嘛。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把这个板材用来作为插花艺术的一种基材，把干花、仿真花把它插在上边，可以进行长久的保存。除此之外呢，在碰撞的时候，它并不会产生复原的弹性，它拥有溃缩吸能的特性，所以它可以被当成一种非常好的保护和包装
装的材料。相信用过聚氨酯发泡剂的，或者是聚氨酯填缝剂的朋友们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从建材市场买回来的这样一个铁瓶装的聚氨酯发泡胶，它并没有 AB 组分啊，我按一下按钮，它自己就喷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聚氨酯发泡剂它有两种发泡方式，单组分和双组分。在前边我们视频里边看到的由 A、B 两剂调配在一起的，那就是双组分。那这样有铁瓶子装着的，一按就可以喷的呢，就是单组分。这种铁罐装的呢，因为它使用非常方便，在房屋装修的时候，特别是在安装门窗的时候，经常会用到它。但是呢，在安装外窗的时候，如果用这种单组分填充剂，它其实是不标准的。这是因为聚氨酯发泡它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闭孔泡沫，一种呢是不闭孔的泡沫。双组分调配出来的聚氨酯发泡呢，它就是闭孔泡沫的。单组分呢，它通常是不闭孔的。如果您看过我的第一期节目，也就是在讲 EPS 发泡聚苯乙烯的时候，我们从它的微观放大图就知道，它是一种全闭孔结构的泡沫，它的每个细小的微观结构都是独立封闭的，水是进不去的。然而呢，这样单组分瓶装的发泡剂它是不闭孔的，也就是说水很有可能会进到它的内部结构里边去。至于说水能够进去有多少呢？那么我找到这样一个镜头，大家体会一下，大家看到了吧？它的吸水性和海绵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说呢，在房车制造当中一定要用对材料，一旦你用错材料的话，那你将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大家想，如果你从建材市场100-200块钱买上2箱发泡剂，把它全部填到你的房车里边，一旦这个东西吸满了水分，那么大家想想看，你的车还能要吗？所以在房车改装和房车制造里边，我们能用的泡沫呢是全封闭闭孔结构的双组分的聚氨酯发泡胶。这是由于聚氨酯它容易在现场调配，在一些不规则的空间里边让它自行填充自行生长，比起我们要手动去剪裁 EPS 或者 XPS 板材去适合这些特殊形状来说，那么使用发泡胶是一种非常省心省力的方法。对于单组分和双组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呢？就是当泡沫进行反应发泡的时候，它所需要的一个环境，如果是双组分的话，那么发泡剂里边已经包括了它发泡所需要的所有化学物质，它对发泡的环境要求非常低，甚至是在一些密闭结构里边，它也可以非常充分的发泡。但是呢，我们用手喷的这种单组分的发泡剂，它对发泡环境有要求，它需要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分来参与反应，它才能够充分的发泡，否则的话，它的发泡将会不充分，它会非常的板结。说到底啊，就是在房车改装的时候，我呢是强烈推荐大家都用双组分现场调配的，不要去买这种瓶装的。好，前面呢我们介绍了这两种材料呢是做汽车隔热、房车隔热最常用的材料。下边呢我给朋友们介绍一些有相同隔热效果的其他的高分子材料，但是呢因为用在房车改装上面的例子不多，可能没有什么先例可以参考，我主要呢是抛砖引玉。EPE 聚乙烯发泡棉， EPE 它又称为珍珠棉，经常会用在一些比较高档的包装材料里边。就比如说在前几天我买了一个电脑硬盘来存储我的拍摄视频的素材，包装硬盘所使用的就是 EPE 珍珠棉。珍珠棉它还会被做成一些生鲜的保温铝箔袋，我相信大家都用过，很多冷冻食品就是用它来做包装的。外边一层的铝箔可以有效的反射热辐射，而内部的聚乙烯材料呢又可以阻止温度直接传递式的传导，所以呢这个袋子它的隔热性也非常好。EPE 对比说前边我介绍过的一粒一粒的那个 EPS 泡沫来说，它的结构更加致密，更加坚固，它不容易破碎，它的导热率呢仅为 0.02， 比起我们经常拿来说事情的空气的导热率 0.026 还更加低，所以说呢它的隔热性能非常好。EPE 同样也拥有独立的封闭气泡，几乎没有吸水性，它也是非常好的防水材料。它最佳的使用温度范围呢是零下60度到零上80度，所以呢我非常推荐大家用 EPE 这个材料来做房车的隔热。好，下一个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PVC 聚氯乙烯发泡材料，它的原材料就是聚氯乙烯，又叫做雪浮板或者安迪板。雪浮板呢它同样是一种闭孔泡沫，所以呢它的防水防霉性也是比较好的。我们能够买到的雪浮板通常呢从几毫米到几厘米不等，它通常是用在广告行业或者是居家装饰里边，车厢吊顶也会用这个东西。我刚刚在网上找到这样一个小视频，它是一个广告公司在做艺术字，它的背板用的就是雪浮板，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值得一提的是啊，雪浮板它极度易燃，
燃烧时候还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气体。我个人觉得我不推荐用它来做房车的隔热。下边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EVA 乙烯乙酸乙烯共聚物，这个名字比较拗口。EVA 是一种在常温下具有橡胶的弹性，而在高温下却具有可以熔融的流动性的一种材料。发泡 EVA 尤其具有良好的柔软性以及橡胶的弹性，所以呢，它被大量的用在制鞋工业里边，比如说我们的旅游鞋、拖鞋，还有现在比较火热的踩屎感的那个拖鞋，鞋底就是用它做的，就是发泡 EVA。除此之外呢，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种拼接的泡沫地垫，就是给小孩子在上面爬着玩的那种地垫，它也是用发泡 EVA 做的。还有一些比较厚实的、比较高档的地毯，地毯下边也有一层发泡 EVA， 因为它可以增加你脚踩上去的脚感。好，下边一个 EPDM 三元乙丙发泡胶，它具有非常良好的耐候性、耐热性以及耐变形性，所以呢，它是生产密封条的首选材料。在我们车上用的门框或者是机舱盖的密封条，通常都是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呢，我们摸起来它就是有一些橡胶的手感，但又会特别的柔软。说起来，它的耐候性呢是真的非常好。我们一辆车可能开到报废，但是我们的门边胶条你不一定会更换一次，因为它用得好好的，对不对？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大类高分子材料的全部内容。好了，这一期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这些知识。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好的看法，您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我们可以共同来探讨。本期节目呢就说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所以呢，在各地的批发市场上，这些老板们会给他们起各种各样的名字。在34-35度的气温之下，在中国南方的回南天气里边，在有瓷砖的墙上，你用手去抹一把，那个墙上就像是打开了水龙头冲洗一样。冰的导热系数是2.22，它是空气的96倍，那么它直接就完全丧失了保温的性能。